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在2024年5月份你们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事情，会收获到哪些好消息和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第一张牌呢，我们抽到了一张 Creativity 啊，它带来的是一种创造力啊。这种创造力它可能体现在不走寻常路，或者说5月份你们会创造一个对你们来说具有独特竞争力的领域啊。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们是自己规则的制定者，你们是裁判啊，你们同时也是参与者。所以5月份的话，可能你们会找到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啊，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们会拥有独特的天赋，或者说独特的竞争优势，或者说一个非常顽固的棘手的问题，你们会找到这个问题的死角，进而去攻克它。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就藏在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中，它不是某种常规的方法，而是需要你们另辟蹊径。所以5月份你们还会利用自身的创造力去创造出作品，输出内容。那么第二张牌 Void of Course Missing 啊，就是5月份你们可能会把之前失去的某种东西重新的捡回来。这个失去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机会啊，或者说某个丢失的东西会失而复得，会重新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帮助你们心想事成，得偿所愿。5月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重启的月份啊，重新回到原点，重新出发，重新起航。而第三张牌摩羯座啊，那么5月份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的收获来自于那些微小的优势和积累，它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完成一些微小的事情来积累自己的自信，然后不断的升级自己的挑战和能力，去完成一些更大的事情。所以5月份啊，它就是你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步伐，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改变，它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这是你们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你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每一分努力都能够带来回报的这样的一种踏实感。死亡牌我觉得它象征的是某些事情可能走到了尽头吧 Death 啊，当然呢这个旧的结束也会带来新的开始啊，就是5月份你们可能要去改变方法，改变路线，勇敢的告别，做断舍离，放下，然后才能够迎来新生。那么圣杯10呢，我觉得5月份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会被修复，比如说坏掉的机器会被修好，身体的某种疾病得到痊愈治愈，或者说某一段关系在你们的努力之下重归于好，破镜重圆。这张牌代表的是破坏掉的东西会得到一个重塑的机会。而第三张牌呢 Knight of Wands， 宝剑骑士5月份你们可能会感到一种突然的迷失吧，这种迷失就是你们突然达到目标之后啊，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成就之后，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陷入到了虚无当中啊，会质疑你们现在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权杖骑士包括宝剑骑士的话呢，你们在5月份可能会重新修正自己的目标吧，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虚无之后，会重新的正视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和需求啊。宝剑的话，我觉得5月份的话，宝剑5这张牌，5月份你们可能会下定决心，在思考了很久之后啊，决定要离开一个组织，或者说离开某种环境，离开某段关系等等。就是你们会主动的从一种束缚当中，一种契约当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自由，重新踏上未知的旅程的这种感觉。这张 Impulse， 5月份的话，你们要留意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冲动和感受吧。5月份可能会因为自己心血来潮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在你们冲动之下做的这件事情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有一点像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认识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等等等等，就是说你们在冲动之下做的一件事情反而会给你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和收获，甚至能够开启一个你们未曾设想的人生的可能性。所以不要放过那些你们念头当中一闪而过的那些想法，脑海当中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想法可能会成为改变你们命运的一把钥匙。
第二张牌是 challenge 啊，5月份的话，它同样也是一个需要你们去迎难而上的月份吧，就是要做好这种准备，比较有挑战，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考试会来临，或者说有一些需要你们通过竞争才能够得到的机会，需要你们去顶住压力。那我们抽到的这张伊什塔尔啊，它在古希腊里边象征的是丰收、收获，就这种挑战的背后，它同样也有着非常丰盛的奖励。不要担心或者说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接下这些挑战，因为当这种考验和挑战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一定是宇宙认为你们可以跨过它。所以5月份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什么接什么。你们要拥有一种凡事无论发生什么皆可为我所用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独角兽神谕卡 Action 啊，给到你们的指引啊，5月份要行动啊，它是行动的月份啊，有意识的去提升你们的行动力，并且要有策略的分配你们的注意力。比如说，当你们想集中注意力在学习和工作上的时候呢，就把那些会分散你们注意力的事情先束之高阁。比如说，手机收到抽屉里，这会比你们把手机放在桌面上更能帮助你们集中注意力啊。就是要有意识的让可能诱惑你们离开自己视线和目标的东西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切断在意识层面的干扰，帮助你们专注当下你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们的行动力自然会得到提升。所以说5月份会产生一些具体的行动，得到一些具体的结果。第二张牌后吧，就是在你们的行动之下呢，有一些事情会出现转机，出现新的希望。就是有一些事情在你们坚持之下，他会看到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进展。那么这张牌的话，我觉得5月份将会是一个变盘点或者说里程碑式的月份啊，它会是很多事情的转折点。而 Strength 力量呢，它代表的是一种韧性啊，就是你们在坚持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想要放弃它的念头和想法，但是你们会感觉到你们内心当中冥冥之中有一股声音，或者说某种力量在托举着你们走完那段路。所以说你们在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比自己想象的要更有力量，更坚韧。当你们以为自己坚持不下来的时候啊，这股内心当中的力量就会帮助你们走完全程。这种力量我觉得是源自于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深度的渴望，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得到认同，或者说这种认同不是源于外部世界对你们的认同，而是你们想要证明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力量感。而宝剑8呢，我觉得5月份你们内心当中有某种执念是要放下了，有一些东西把你们给困住了。5月份要有意识的去觉察这种困住或者说束缚你们的力量。因为宝剑8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能量的阻塞啊，就是可能有一些过去的事情没有解决，执念没有放下，深层次的情绪需要释放。你们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改变，但是又迟迟没有行动，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对于没有解决的事情啊，5月份可以再尝试一次。如果你们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它，那就放弃它。人生不能够因为一件事情，或者说一道坎儿，或者说某种阻力就止足不前啊。当你们困在原地的时候，它只会让你们错过更多的未来的风景。那么第二张牌星币9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收获和丰盛，就是你们5月份是会不断的去创造的。人不是在寻找自己，人是在创造自己。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才能够收获到新的幸福感，去创造你们想要的生活，去创造一个适合你们的身份，去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体会生活当中的烟火气。那第三张牌也是一个 Strength 力量牌啊，我觉得这张力量牌是你们会找到内心当中的一个平衡点，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感受、意识和念头，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情绪稳定的人，这样你们才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张力量牌就是对你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外柔内刚，对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善意，但是内心当中又有强大的力量，不会轻易的动摇、妥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有着自己的坚持和底线。
那么第4张牌高塔牌怎么说呢？5月份的话，你们可能要强制的去摆脱一些你们之前所依赖的东西啊，不过分的眷恋或者说依赖某个人、某段关系，或者说某种东西。因为这种过分的眷恋和依赖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般的逃避，一旦你们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情，可能就又会重新回到了那种过去的依赖啊，它这种依赖也可能是某种坏习惯，所以说5月份你们会戒除掉这种坏习惯，戒除掉某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般的行为，要有一种主人公般的心态，就是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你们自己都有能力解决。高塔牌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的感觉，就是先把自己从内部打碎，然后重新拼接，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更强大的自我。那么 stability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啊，我觉得5月份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情绪的稳定，生活习惯的稳定，作息的稳定，不要轻易的去打破这种稳定。你们只有在积累或者说让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保持稳定啊，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只有稳定才能够让你们积累一些优势，包括那些附着于生命的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爱、美德、智慧、成就、财富，也同样具有生命的特质，需要持续的去积累。而这种积累的前提就是稳定啊，保持自身情绪状态习惯的稳定，你们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当中逐渐的积累起自己结构性的竞争优势。第2张牌呢是 concession 啊，就是5月份可能对于之前纠缠的一件事情，你们要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说当你们退一步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更加清晰的解法。所以有的时候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并不是由于你们的强势，而是由于你们的包容、大度，主动的让渡出一部分利益，往后退一步啊，这个争端和纠纷才能够解决。那么第3张牌 Venus 啊，5月份啊，你们可能会变美，或者说减肥成功，因为金星它和美和爱情有关，所以说5月份也会有人能够收获到自己的爱情，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可能会和自身的形体改变有关，也可能是会创造一段非常美好的健康的良性关系啊。包括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在5月份个人魅力上面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第3组牌我们首先抽到的这张 Mask，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5月份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身份啊，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啊。当然这张牌呢，另一个解读就是5月份你们可能不需要再去伪装自己了，会卸下一个面具，活出真正的自我。所以5月份对你们来说很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你们的身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所带来的新的身份可能也会随之而来，伴随着很多的新的机会，或者说这个新的身份能够帮助你们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身份有了某种职业光环啊，或者说这个身份带来的优势能够让你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那第2张牌呢 Fortuna 啊，它代表的是某种压抑着的能量会在5月份爆发，就是你们之前的蛰伏、沉淀和积累在5月份会让你们有一个大幅度的突破。所以说从这张牌来看的话，5月份其实是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间窗口啊，适合去做大量的行动和改变。然后就是这张 Rebel 呢，其实5月份它是带着一种很反叛的、很叛逆的能量的，就是不走寻常路的感觉。5月份也是你们会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决定啊。你们之前可能是要么是被某个人所控制，要么是被某种能量、某种意识形态、传统的束缚、规则所裹挟。但5月份你们会勇敢的去挣脱这种控制和束缚啊，它是一种能够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不再任人摆布的魄力。所以 Rebel 这张牌其实我看到的就是5月份啊，你们是这个光怪陆离世界里的温柔的反叛者，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身上突然有了能够反抗某种东西的力量，你们会把这种力量去运用在会公开的去对抗，或者说表达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即使这种声音和观点可能会冒犯或者说对抗，但是呢
这是你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吧？用这种方式去对抗某种力量，对抗某种趋势。所以我觉得这种叛逆也会让你们去做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会有一点疯狂，但是你们同样也会享受这种疯狂。所以我从这张牌里边看到了一种生命的鲜活的能量，不屈服，不妥协，活出自己的风格。所以这张牌我觉得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妥协，不退而求其次。那么结合这张权杖侍卫呢，就是5月份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会主动的去学习，涉足到一个新的行业和领域，可能有的人也会打算去做一个副业，在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崭露头角，跃跃欲试的感觉。吊人呢，我觉得5月份你们可能会自行解除某种束缚因为你们会发现困住你们的不是外部的某种力量，而是你们抓在手里的一些东西你们不愿放下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某种执念，或者说某个念头。就一旦你们把这种念头或者说执念放下，那么一瞬间你们就可以重获自由它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心灵层面的自由。权杖3的话，我觉得5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火象能量的、火象特质的贵人，他在高处等着你们，你们往前走就能够看到这个人。这说明当你们的生活开始流动起来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一个良师益友般的贵人。他手中的权杖意味的是他拥有某种权利或者说资源，他在更高处，或者说他身上的这种火象的能量能够推动你们的发展，要么就是给你们注入某种信念，因为遇到的这个人会让你们的生活重新回到正轨上来。那么星币国王呢，土象能量的牌你们可能还会收获到一笔钱，有一笔雪中送炭的资源在5月份会到来那么它是具有金融属性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的资源，或者说这笔资源的到账能够让你们有机会或者说有条件去做一些对你们真正重要的事情5月份你们会因为得到的这笔资源或者说这笔钱能让你们有底气去完成某个项目把某件事情进行一个收尾，也有可能会因为突然到账的这笔钱或者说这笔资源让本来停滞的僵持的事情产生新的变化，会峰回路转。那么这张 commitment 5月份的话，可能说你们5月份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它会成为你们人生的转折点和变盘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5月份你们会兑现你们之前做出的某种承诺。第二张牌是 reputation 5月份你们会收获到一些荣誉、掌声和认可，或者说你们在5月份的竞争当中会拿到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那么第三张牌呢 individuality 它代表的是你们会在5月份可能会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某种独立这种独立它是摆脱依附、摆脱某种依赖这种独立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独立，它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独立我觉得5月份你们可能会经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会把自我放在优先级最高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你们很清楚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们必须先成为真正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